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在无数军迷的心里，有一架飞机被公认是最酷的战机。在电影《壮志凌云》里，它是飞行员青春与热血的化身；在冷战的航母甲板上，它则是抵挡苏联轰炸机群的最后屏障。它就是 F-14熊猫战斗机，一架可以在空中伸缩双翼的奇异飞行器，一架能一次同时发射6枚远程导弹的空中杀手。为何要设计出一架能伸缩双翼的战机？一次能发射6枚远程导弹，它到底有多强？可又是为何它却走向了提前退役的命运？今天我们就来全面解构 F-14熊猫，这只冷战时代的空中猛兽。时间回到1960年代末，苏联突然推出了一款怪物米格25胡服，它能飞到2万米的高空，速度接近3马赫。在当时，这几乎意味着它可以甩开一切美军战机。更关键的是，米格25背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设想，它将为苏联轰炸机群开路。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大量米格25和轰炸机将一起扑向美军航母，美军的舰队可能在几秒钟内被打穿。美国海军慌了，必须要有一架新型舰载机，它要能在航母甲板起飞，也要能追上米格25，最好还能在远距离就把敌人轰炸机击落。五角大楼最初尝试过一个方案 F111B， 那是一架从空军 F111改出来的舰载机。结果呢，太大、太重、太笨，在航母甲板上起飞和降落几乎就是一场灾难，项目彻底失败。但危机并没有结束，相反，他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新项目 F-14。这一次，格鲁曼公司拿出了完全不同的设计，他们提出一架能伸缩机翼的舰载机，一架双发双座能携带远程导弹的防空怪兽。有趣的是 F-14的名字 Tomcat 其实背后藏着一段小故事。当年美国国会内部有不少人嫌它太贵太复杂，想把项目砍掉。就在关键时刻，一位海军上将站了出来，他叫托马斯·康纳利。他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拍着桌子说，如果我们还要依赖 F-16B 这种失败品，那就干脆别指望赢得冷战。理由很简单，没有 F-14，美国舰队就没有护盾。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直接把项目拯救了回来。海军后来给新战机起名时，干脆就用了它的名字缩写 Tom， 再加上传统猫科命名风格，于是就有了 Tomcat 熊猫。所以有人戏称 F-14不仅是冷战的产物，更是康纳利的坚持换来的。如果没有这位将军的力挺，也许今天我们根本不会听到熊猫的名字。最终 F-14获批，它成了冷战航母战斗群的外圈屏障。如果说 F-14最吸引眼球的地方，那一定是它的可变后掠翼，机翼可以在飞行中伸展或收拢，就像一只在天空张开利爪的猛猫。在航母甲板起飞时，机翼会张开到最宽，让飞机能在低速下获得更大的升力。这意味着它能在短短几百米的跑道上安全升空，完成航母起降的关键一步。而当进入高速巡航甚至空战时，机翼会自动收拢，靠近机身，形成锐利的箭头形，这样阻力更小，速度更快。熊猫能在马赫2的速度下稳定飞行。在当时，这项设计的地位堪称航空黑科技，因为长期以来战机都面临着一个矛盾，要么适合低速起降，要么适合高速飞行，几乎不可能两者兼得。而 F-14的可变后掠翼给了工程师们一种看似完美的答案，既能稳稳地在航母甲板起飞，又能在空战中高速机动。事实上，世界上采用可变后掠翼的飞机并不多，美国的 F-111、苏联的米格23和图22、图160，大多数都是轰炸机或者战斗轰炸机。真正能做到航母上起降的只有 F-14一架，这让它在冷战时期显得格外特殊，甚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不过，浪漫的代价是现实的负担。可变翼结构极其复杂，液压系统庞大，维护难度极高。每一架 F-14的机翼结构都需要反复检查和保养，稍有故障就可能导致机翼卡死。有飞行员就曾遇到这种情况，机翼卡在某个角度不能动，飞机的气动性瞬间变得古怪，那种感觉就像开车时方向盘突然失灵，飞行员只能靠经验硬把飞机带回航母。
堪称一场与死神的博弈。NASA 曾经用一架 F-14做过失速旋转试验，他们故意让飞机推到极限，让它进入失控旋转，再用特殊装置把它拉出来。录像里，熊猫像陀螺一样在天空翻滚，场面看得让人头皮发麻。这段画面后来成为航空史上的经典。所以说，可变后掠翼让 F-14成为了航母上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战机，也确实在当时代表了航空设计的极致浪漫。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昂贵的负担，让熊猫成为飞行员的宠儿，却是空军后勤的噩梦。如果说可变后掠翼让 F-14看上去像猛兽，那么它真正的獠牙就是 AIM-54 凤凰导弹。这是一枚当时最先进的远程空攻导弹，它的体型几乎和一枚小型防空导弹一样大，重量超过450公斤，射程可达160公里。在1970年代，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大多数空攻导弹的射程还不到它的1/3。更关键的是 ，F-14不只拥有这枚导弹，它还配备了一套强大的武器系统 AN/AWG9 雷达。这部雷达能同时追踪24个目标，并对其中6个目标进行攻击。换句话说，一架 F-14就能发挥一个小型防空系统的作用。在冷战的战略设想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苏联的大型轰炸机群逼近航母战斗群时， F-14可以在数百公里外发动拦截，飞行员和后座 Rio 按下按钮，最多6枚凤凰导弹齐射而出，在敌人还没有进入射程距离之前，就可以把整支编队击散。这就是美国海军的理想剧本，让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开火，就先倒在太平洋上。不过，现实里凤凰导弹也有问题，它太大太重，携带数量有限，更重要的是它太贵，一枚高达50万美元。因此，在实际战斗任务中 ，F-14更多时候挂载 AIM-7麻雀和 AIM-9响尾蛇，凤凰导弹则是留给真正关键场合的底牌。凤凰导弹在发射时，助推器会先点火，把它猛然推离机体，那一瞬间，它的加速度甚至比 F-14本身还快。有飞行员形容，你会看到它像火箭一样窜出去，几秒钟后就彻底消失在视野里。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实战中它的使用次数不算多，但凤凰导弹依然成了冷战军迷心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它不只是武器，更是熊猫在冷战天空里的终极威慑。在冷战的海上对峙中，航母战斗群就是美国的移动城堡，而 F-14就是这座城堡的外墙。它的任务明确，在敌人发射巡航导弹之前，在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外海就把对方的轰炸机拦下来。这套逻辑被称为外圈防御。最外层是 F-14的空中巡逻线，中间层是宙斯盾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舰对空导弹，最内层才是近防系统和舰载电子战。在这张防御网里， F-14就是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屏障。相比之下，空军的 F-15鹰更像是制空权的掌控者，他追求的是在战区上空夺取主动，而 F-14更像是一只看门的大猫，他守护的不是领空，而是舰队。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 F-14参与了大量护航与巡逻任务，虽然击落的敌机不多，但它成功保护了航母与攻击编队的安全。到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F-14依旧在承担巡逻和精准打击任务，它的身影出现在多个战场，即便不是击落王，也依然是战斗群里不可或缺的存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容易忽视， F-14的双人座舱设计是它能胜任复杂任务的关键。前座是飞行员，主要负责驾驶和基本操作，后座坐的就是 Rio， 也就是雷达拦截官。别小看这个位置， F-14的雷达能同时追踪几十个目标，还能分配导弹去打击不同的敌机，这些任务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 Rio 就成了 F-14的第二大脑。他盯着雷达屏幕，随时给飞行员下达指令：左转10度，锁定目标3号，准备发射导弹。飞行员很多时候只能无条件执行。这也是为什么 Rio 被称作后座上帝。其实大家在《壮志凌云》里也见过 Rio。Merrick 的搭档 Goose 就是坐在后座的雷达拦截官，他们不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而是真正的战斗搭档。没有 Rio， F-14就发挥不出它的全部实力。而在航母的甲板上， F-14的起降更是一场视觉盛宴。巨大的机身伴随着双翼展开，就像一只真正的熊猫伸展四肢，准备扑向天空。在冷战几十年里，
这幅画面成了美国海军最具标志的象征。所以说 F-14并不是单纯的战斗机，它是整个航母战斗群防御逻辑的一部分。没有熊猫的外圈防御，航母就是没有城墙的孤城。F-14的故事并不只属于美国，在世界的另一端，它在伊朗留下了另一段传奇。1970年代，美国和伊朗还是盟友，当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为了对抗苏联和伊拉克，直接开出了一张豪华清单，结果伊朗成了唯一一个美国之外拥有 F-14的国家，一口气买下了79架熊猫，还顺带订购了几百枚 AIM-54凤凰导弹。那时候的伊朗空军被称作波斯熊猫。然而没过几年，伊朗爆发革命，美国和伊朗关系骤然恶化，零件和后勤供应被立即切断。就在这个时候，两伊战争爆发，伊朗人只能硬着头皮把熊猫推上战场。结果在这场长达8年的消耗战里， F-14很快就打出了名声。在制空任务里，它几乎无可匹敌。面对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1、米格23，甚至是速度惊人的米格25，伊朗的熊猫依靠远程雷达和凤凰导弹，一次次在开战之前就先手打击。根据多方战史资料，伊朗的 F-14至少击落了60到70架敌机，有些估算甚至更高。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一架 F-14在100公里外发射凤凰导弹，直接击落了一架伊拉克轰炸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远的空对空实战击杀之一。在这场8年的消耗战里，熊猫撑起了伊朗的空中优势，甚至有伊拉克飞行员回忆，只要雷达上出现 F-14的信号，我们宁愿掉头也不愿意硬碰硬。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没有美国的后勤支持，零件极度稀缺，伊朗只能用拼机的办法，一架坏掉的 F-14被拆成零件，去维持另外几架还能飞的熊猫。有些零件甚至是通过黑市走私，从第三国绕回来的。甚至伊朗人还发明了不少土法维修，比如雷达冷却剂用完了，他们就用冰块加风扇的组合硬顶上去。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正是这些办法让熊猫能多飞一天算一天。更令人震惊的是，直到今天，伊朗空军依然在使用少量 F-14，虽然机体已经非常老旧，但他们通过改装、仿制零件，依然让熊猫在天空中翱翔，这让 F-14成为世界上唯一仍在服役的冷战熊猫。所以说，在伊朗 F-14已经不只是战机，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坚持。即使孤军奋战，它依然张开双翼，守望天空。如果说哪一架战机真正飞进了流行文化，那一定是 F-14。1986年，电影《壮志凌云》上映，年轻的汤姆·克鲁斯驾驶着 F-14，在荧幕上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惊险动作。那一年，熊猫不只是冷战武器，更是全球青年心中的梦想座驾。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有多大？在美国海军的招募中心，新兵报名数激增，很多年轻人走进征兵办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去飞 F-14。有人开玩笑说，真正的征兵广告其实是《壮志凌云》的片尾字母。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熊猫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进入1990年代，问题越来越明显， F-14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复杂的可变机翼结构、昂贵的凤凰导弹都让它成为舰队里最烧钱的战机。与此同时，新的 F-118超级大黄蜂登场，在实战里，它既能当战斗机，又能当攻击机。虽然性能不如熊猫那样极端，但它更便宜、更可靠，更符合新世纪美军多用途战机的思路。2006年，美国海军正式让 F-14退出现役。退役后的 F-14并没有被大规模保存下来，美国担心零件被走私到伊朗，于是下令将退役机体直接切割销毁。在军民眼里，这几乎是一场处决，而不是自然老去。如今，少量 F-14还能在博物馆和试验场看到，它们静静地停在那里，提醒人们想起那个冷战年代，以及壮志凌云留下的浪漫身影。所以说 F-14的谢幕不只是一次退役，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F-14退役了，但它留下的遗产却远不止一架飞机。在技术层面，可变后掠翼最终被历史淘汰。随着发动机推力和气动设计的进步，后来根本不需要可变后掠翼来兼顾低速和高速。但是 F-14推崇的远程拦截思路却被继承了下来。今天的隐形战机，比如 F-22和 F-35，依旧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先敌发现，先敌开火。这一点，熊猫走在了前面。在战术层面
F-14的任务是构建航母战斗群的外圈防御。这个理念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换成了隐形战机、预警机和宙斯盾系统的组合。可以说，熊猫用自己的存在，把航母需要一个空中护盾的这个概念，深深刻进了美国海军的战术基因。在文化层面， F-14已经不只是战机，它是军迷和影迷的共同符号。无论是1986年的《壮志凌云》，还是2022年的《壮志凌云2：独行侠》，当熊猫重新出现在大荧幕上时，影院里的掌声和欢呼声就是最好的证明。更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模拟飞行社区， F-14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机型之一。在 DCS 数字战斗模拟器里，玩家可以完整体验 F-14的雷达、武器和双人配合。很多新手第一次尝试，都会被后座 RIO 的复杂操作吓到，这让人更体会到为什么当年飞行员和雷达拦截官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肩作战。所以 F-14的意义远超一架飞机，它既是冷战航母的守护神，也是工程师的极限浪漫，更是几代人心中的传奇符号。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如果让你选择，你会更信任远程导弹的先敌拦截，还是近距格斗的灵活机动？在未来的天空里，哪一种方式会真正主宰空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军事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ive 功能，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